你以為的火炮照明彈是這樣的。那麼你知道它能在空中亮多久嗎？落地後會不會引發火災？通常情況下，衡量照明彈有2個指標：燃燒時間和发光強度。在現代主力火炮體系中，不同口径的照明彈其持續時間有着天壤之別。咱們先来看輕型迫擊炮，以步兵连常備的60毫米迫擊炮，如 M83A3 照明彈為例，它的體型較小，內部能装填的鎂鋁燃燒劑極其有限，它在空中點燃後的燃燒時間通常只有30秒到35秒左右，发光強度約為25萬烛光，這已經足夠小分隊在夜間完成一次快速的觀察與突襲。但如果是155毫米的重榴，它發射的照明彈有什麼不同呢？以美軍和北約軍隊廣泛裝備的 M485A2 型155毫米照明彈為例，這枚炮彈內部裝填着由鎂粉、硝酸鈉和粘合劑精心調配的高能照明烛，當它引信在空中精準引爆後，能產生約100萬燭光的亮度。如果是德國萊茵金屬研發的 DM106 等新型155毫米照明彈，其发光強度甚至能飆升到180萬燭光。大家可能對燭光沒什麼概念，我來簡單給大家科普一下。就拿普通家庭一盞15瓦的 LED 燈來說，亮度大約也就100燭光左右，60瓦也就400燭光，而180萬烛光的亮度，在典型600米開伞高度下，正下方地面亮度比滿月夜空亮10幾倍，足夠步兵分辨目標輪廓。而 M485A2 照明彈在空中的穩定燃燒時間約2分鐘，這時候你是不是覺得才2分鐘，時間有點短？那要是連續協同照明呢？在真實的夜間陣地上，前線觀測官與後方炮兵陣地之間制定了一套極其嚴密的發射順序。當第一發照明彈燃燒到第110秒，亮度開始衰減的瞬間，觀測官就會在無線電裡下達指令，後方的155毫米火炮陣地早已算好了彈道飛行時間，假定飛行時間為30秒，炮手會提前發射。這樣一來，當第一發照明彈快熄滅了，第二發照明彈正好補位發亮。這種通過精確計算出膛時間、升空延遲、降落傘展開、燃燒耗盡，能夠讓前線陣地在幾個小時內一直處於可視狀態。而它之所以能在空中停留，不像其他炮彈自由落體，全靠空氣減速系統。簡單說，就是它內部裝有專門的降落傘。然而，由於155毫米炮彈在出膛時的初速高達到每秒數百米，再加上自身還在以每秒上百轉的速度高速旋轉，如果在這個狀態下直接把降落傘推出來，顯然是不現實的。那麼該如何解決呢？為此，像 M485A2 這樣的現代照明彈採用了基底拋射與減速傘技術。當時間引信在設定高度引爆炮彈鼻部的拋射藥包時，底部的鋼塞會被推飛，內部的照明組件被順暢推離鋼制外殼。此時4個金屬鰭片首先彈開，遏制高速自旋，接着一個小型減速傘拉出，將下落速度急劇降低。待速度穩定後，主降落傘才會張開，以每秒約5米的恆定匀速緩緩下降。那有沒有萬一呢？萬一在測量和計算時出現誤差，照明彈沒有在空中燒完就掉落到了地上，會不會發生火災？要知道100萬燭光的鎂粉燃燒，溫度可達2000攝氏度以上，一旦落入乾燥的草叢、樹林，就會引發不可撲滅的大火。在實戰和演習中，前線觀測官如果發現這種情況，必須立刻向炮兵陣地報告。上發彈落地未燒盡，修正高度，炮兵班長就會立刻調整引信時間，將下一發炮彈的爆發高度抬高，確保它在距離地面幾十米的高空恰好燃燒完畢，既能發揮最大照度，又不會誤傷地面的友軍。而到了今天，現代電子戰與夜視儀的普及，傳統的可見光照明彈正在被紅外照明彈取代，原因就在於傳統的可見光照明彈雖然照亮了敵人，但同時也會暴露己方，甚至會讓雙方戰士的眼睛產生短暫的夜盲。而新型的 IR 紅外照明彈在燃燒時發出的絕大部分光譜都集中在人眼不可見的近紅外频段，用肉眼看向天空，你只能看到一個微弱的暗紅色光點，甚至感覺什麼也沒發生。但在佩戴了3代以上夜視儀的己方士兵眼裡，整個戰場被照得像透視一樣清晰。但不論是新型火炮照明彈還是傳統火炮照明彈，其在空中停留的時間通常都不超過3分鐘。